马上就要进入到的是本赛段最后要对决的两支队伍——爆梗小区和似乎是冠军。我们首先要上场的队伍来自爆梗小区，有请下一组两人组贾浩和广智。第一个嘛，第一个，我们想看第一个。大家想看就这个吧。这玩意儿，来吧，反正这样是吧？这玩意儿有啥好看的？这玩意儿。好，认证。好了是吧？看完就站开了，他俩3天不会再说话了。两位老师怎么组到一队的？怎么组到一队？我们就是去年一直在一块儿写稿，本来就在一个小区啊，甚至当时还借住他们家好几个月。哎呦，当时家里多了一个人之后，瞬间发现这个家小了很多，垃圾桶很快就满了。干什么？我还是比较有眼力劲儿，哥们儿来喝个酒什么的，我端茶倒水啊，搞点水果呀，给大家洗洗杯子啊什么的。对，浩哥在这块做的是非常到位的，我可勤快了。后来浩哥搬走了之后啊，很开心。就有一次在他家住，两个人就分享自己的童年啊、生活呀，彼此倾诉了很多你不跟别人说的事情。那个夜晚还挺珍贵的。还有浩哥，就是那回就是正好我妈也在上海，哦，叔叔阿姨妈也在，叔叔阿姨也来上海玩，还有齐墨他爸也在，也刚好也来上海，就是他那个局在齐墨他们家，然后大人就打麻将嘛，然后我们就玩游戏，我们在旁边就陪他们，又玩游戏又陪他们，就感觉这有点像那种初中、高中的发小才有可能有的经历。对对对，主要是我们在一块儿之后会让他们更放心，就是说啊，原来自己小孩在上海是有很多朋友的。对对对对对。就因为那次之后，反正我感觉就是爸妈对咱们在外边一个人生活放心了很多。我觉得那一刻挺好。哎，那个还真是。有请广智、贾浩。大家好，我是广智，我是贾浩，我们的队名是爆梗小区。我们的口号是小区不大，创造神话，爆梗很多，都在这桌。要和他们对战的这支队伍似乎是冠军。一起敲锣吧，一起敲，交电了，交电了，交电，好。哥哥，上一次跟男生牵手是什么时候啊？幼儿园吧，可能是。我懂事了之后就没有了。那当时有什么感受呢？没啥感受，就拍照嘛，啊，逢场作戏啊，那咋办呢？两位为什么会组队？好多老朋友其实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然后整个的创作方法、创作套路，其实大家彼此都了解。我觉得还是正好有这个机会，就交一些新朋友。今年就已經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了。因为很欣赏他呀。小四也在这个节目组有别的朋友吗？没有。因为我平时就不太爱社交什么的，对，然后通过一些节目，也算是熟悉了一些朋友，比如说韩大狗、Seven 什么的，对，还有基业。他们是算是你的朋友吗？哎，这个这个能播吗？这个不能犹豫啊！你犹豫了就不能播了。因为我平时其实也不太喜欢交朋友，对不对？因为还得跟朋友出去吃饭，还得花钱。对，挺贵的，交饭的。对呀，交朋友挺贵的。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什么的，感觉我自己就可以应对啊。对，就是没有必要刻意去交朋友什么的啊。对，就比如我跟呼兰哥，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成为朋友，对吧？没有必要非得成为朋友，对吧？对，就是可以先尝试成为段子伙伴什么的，对吧？对。呼兰哥是什么星座？我是狮子。我也是狮子。哎，对，我是8月，对吧？
那我是7月份的尾巴对啊，那正好。但是我不信星座，我不信星座。我也不信。呼兰哥有可能成为你的朋友吗？肯定是有机会啊！我加油，我努力，我争取5天之内成为小四爷的朋友，剩下的5天让小四爷帮我写稿，甘愿付出。行，那我1天就能写出来。掌声欢迎小四爷呼兰。大家好，我是小四爷。大家好，我是呼兰。我们是四呼是冠军。我们的口号是：不是四呼就是冠军。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爆梗小区的这2位去年都是总决赛选手，是广智和贾浩。广智为什么要选和小四爷对战？因为他们都说小四爷跟我风格特别的像啊，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他，也特别喜欢他这个风格，所以大家都说像嘛，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 PK 一下，风格比较接近，就想感受一下碾压的感觉是。他其实就是之前票数也挺高的，然后是我们就想选一组强的，就选了他们啊。贾浩要挑战的是呼兰，我也不想。这位美妆博主怎么回事啊？就是赶上了是吧？赶上这个，我前天晚上就已经开始焦虑，睡不着觉了。但我觉得跟强的打能让你变得更强，节目也会更好看，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我们这次的对局。如果我们这个说的话，希望呼兰哥能够搬到我们爆梗小区啊。另外的那个队伍也特别好啊。小四爷，你打到最后，你现在没有压力对不对？无所谓了。也不是吧，也要考虑到队友的这个荣誉哈。呼兰打到现在有没有压力？有，小四爷特别好啊。然后我们其实是被选的那一个组然后我们就被动应战但小四爷也想了一句狠话，是我们争取把爆梗小区打成小梗小区。有梗就行，有梗就行。好，来吧，朋友们，直接开打吧，来吧。首先要出战的是爆梗小区，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但是听说最近他的生活又有了一些新变化，掌声欢迎广智。谢谢，大家好，我是广智。最近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养了2只猫，对我来讲是个挑战，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养过宠物，最多就养过鱼，在喝酒的时候。养猫呢，是因为生活中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家里热闹一点，在宠物店遇到了2只蓝猫，一只特别活泼，会跟人互动，另外一只很安静，蜷缩在角落里。按说应该买那只活泼的，但那一瞬间，我在那个安静小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心想，这个好，这个有内涵。最讨厌那些哗众取宠的大叫猫。选了这只安静的，同时呢，又另外选了一只跟自己完全不像的，也就是一只非常好看的。那2个猫刚接回家的时候，特别的依赖我，睡在我身边，蹭我、舔我，甚至产生了分离焦虑。我一出去就挠门、挠沙发，我当时特别担心房东知道。上网搜说猫咪有这种行为，就是把你当成妈妈了。说实话，这个身份我是真的没有做好准备，很慌，以前没有当过妈妈。没多久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被房东发现了。当时房东看着挠破的沙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一紧张，我说：“这是我挠的，冲我来，我本柔弱，为母则刚。”其实猫妈妈我当的也一般，反正一出差2天不回家，小猫爱吃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买了自动喂食器之后，就再也没有管过它们吃饭。这些行为明显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这只是一个优秀的爸爸。
小猫呢，它确实会把你当成家长。在猫咪的视角里，你每次出门，它都以为你是打猎去了，它不知道你打工去了。好处是，就算你出去玩了一整天，它也以为你打猎去了，以为你在外边当了一天猎人。其实有3把是平民。在摸清猫咪的心理之后呢，我现在每次回家都扮演打猎归来。我说咪咪，看看爸爸今天逮到了什么？一只凶猛的野生猫罐头。爸爸路过猫罐头的巢穴，一点都没有害怕，唯一一个害怕的是个进口猫罐头。它战斗力太强了，像狮子一样会大开口。转头就跑了，差点掉进消费陷阱，还是受伤了，伤到了爸爸的自尊。还有一种当爸爸的感觉是，我发现2胎家庭很难不偏心，因为他们的颜值有差距。朋友们去我家玩，从介绍中就能听出来我偏谁。我这只小猫是金渐层，特别听话，会自己找地方上厕所，很聪明。另外一只4个半月，4个半月呢是大猫，小猫是3个月，就更可爱一些。我发现所有的朋友去我家玩，第一眼都只能先注意到小猫，就哇这个小猫好可爱呀，这是什么品种呀？叫什么名字呀？转头看到大猫，哎，这还一只猫。没办法，人就是这样。那外边的流浪小动物，你看见好看的啊，小猫啊，小狗；看见那丑的啊，猫啊，狗都哪里来的？刚接回家，宠物店的老板建议我先分开喂养，不然可能会打架。我很担心他俩打架受伤。那大猫受伤了得治大猫，小猫受伤了更得治大猫。好在他俩初次见面很和谐，一块儿趴在放花瓶的架子上睡觉，然后花瓶碎了一地。不是我偏心啊，我是觉得以小猫的力量不足以把花瓶推下去。直到前2天，我亲眼看到小猫在推水杯，我心想完了，跟大猫学坏了。很多朋友问我说，2胎家庭1碗水端平很难吗？很难，因为那碗水你端着端着就放到了小猫的面前。大家也不要担心啊，我为什么偏爱小猫？因为他俩单独相处的时候，小猫是处在下风的，因为猫玩的是弱肉强食这一套，小猫只是颜值能打，大猫是真的能打。我买了个猫爬架，大猫一直待在最上边那一层，上面空间其实够待2猫的，这小猫从来不上去。观察了半天，我明白了，说这一层应该是领导层。在猫界呢，你站得越高，地位也就越高。大猫确实会领导，会来事儿。作为猫老大，我不在的时候，天天待在最上边统筹全局。虽然在最上边，但每次我回家，它都还能第一个来接我。这也是它能爬上去的原因。太能提供情绪价值了。我现在每次回家，它都是跑着来接我的，甚至有几次都差点滑倒。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当时就有一个感觉，是这个英国猫血统不纯，应该有山东亲戚。但是大猫的性格还是很好，它从来没有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过，它从来不欺负小猫，直到家里装了监控。大猫很聪明啊，监控里一叫就过来。小猫到现在都记不住自己的名字，不仅名字，现在连猫窝都被大猫给霸占了。所以他俩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叫啥，一个不知道自己姓啥。当时在监控里看着被霸占的猫窝和已经绝育的大猫，脑海中就4个字：宦官当道。其实这些都还好了，他们猫生最大的挫折是有一天我忘了添水了，2猫渴了整整1天。我觉得这事值得记录在我们家的历史书上。喵历5年春，天大旱。猫也不懂，现在家里所有的人祸我都伪装成天灾。我觉得作为铲屎官跟屎官一样，得学会扣屎盆的。养了猫之后呢，我现在整个世界都变卡通了很多。我
以前写段子老是追求深度，我现在想段子需要什么深度？这个世界上唯一需要深度的就是猫砂盆儿。谢谢大家讲这么多。来，广智的锁票倒计时。广智还是各种小细节啊，对对对，咱们主要问问，哎，您家这2只猫叫什么名啊？刚才一直没说，咪咪不可能吧？其实我在家不叫他俩的名字，他俩一个叫维恩，一个叫露露。是我当时怕他俩打架，就取了一个英雄联盟游戏里的2个角色，他俩是一个下路双人组合。咱们这些解释这么多，你们听不懂。就是，反正我在家不叫他俩名字，我在家叫他俩小猫。对，难怪他们俩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哎，以前我有一朋友，他养过2只猫，他们名字一个叫 Cindy， 一个叫 Judy， 因为 Judy 不记 ，Cindy 不来啊。然后呢，好笑，真的。我想说，你是因为怎么了？就是说最近是想养猫了，还是说就是说心里想觉得太可爱了，想有这样的？都有，其实原因有很多种，很复杂。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是一个就是我连自己都不怎么能照顾好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就是锻炼一下？锻炼一下。对，我想培养一下陪伴。对，需要陪伴，然后培养一下自己的责任感这种。哎，卢老师养过狗吗？没有，猫狗没养过宠物，猫狗都没养过啊，活的没有养过。但你说那个还是轻松的，能带我进入那个状态。然后，我是不是今天录制也没说什么难听的，对吧？怎么了？要开始了吗？要开始了。哎，没说难听的，就好像对于罗老师来说，这一天就不完整了。后边还有仨演员，其实那个还有机会，没必要，现在就说吧。没事，就你了。其实广智这一季今天的表演是最差的一次，但是仍然是90多分，值得4灯以上。然后前边2轮你们很可惜，但后边播出的时候会知道，就是上2个都比这个还要精彩很多，是120分、130分的表演。所以我期待你后边还能回到第1、第2场那种状态。行嘞。最终你们几个冠军热门可能能打个旗鼓相当，但从感情上，我是特别希望你能拿到冠军的。哎呦，谢谢您，罗老师，我努力。因为我觉得广智肯定有排兵布阵，他这稿啊不同的层次的，后边因为要争冠军，所以把一些留到后边。这已经是最好的了，其实就证明这个舞台还是很难，他们确实还是很厉害。哎，但我觉得他今天的文本非常好，我也喜欢，他好喜欢啊。就是他以前是特别重观察，今天观察很强之外，表达也非常出彩。所以您刚才说的不够好，是表演那部分还是文本这部分？因为我印象里上一场我们4个全失态了。我怕他们再次失态，我就是。今天这场大家只是特别开心，没有到那种失控的状态。但我个人非常喜欢，虽然我因为我可能跟罗老师差不多，我是除了我以外，我们家没有任何别的活物。植物也没有吗？有一株发财树，唯一的一株发财树，不要浇开水就好。广智今天其实整个的文本，它要不断的进来出去，这个过程还是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再次谢谢广智，稍微休息。我们现在要请上来的这位朋友，行，穷就1个字，他说了2次。我们看一下第3次有没有惊喜，掌声欢迎小四爷。小四爷。哎，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我是小四爷，大家好，谢谢。我刚讲脱口秀的时候，收入很低啊，生活也很窘迫啊。有一次晚上回到家，肚子很饿啊，家里只剩1点米，还有饺子皮了，我就煮了一起吃了，感觉自己有点寒酸，那只能安慰自己，我说这吃的也没那么差呀，吃一口米，吃一口皮啊，这不是在吃烧麦吗？为了省钱，我就喜欢买一些临期食品。买的时候我一定要关心他们的生产日期，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临是临危不乱的临，还是死到临头的临。甚至我之前还不小心吃过过期的东西啊，没发现味道有什么变化，但是胃肠道发现了变化，太难受了，就是一直上厕所，
那是上海最冷的几天。那天我家的马桶圈就没有凉过，一直都是常温。等什么？为什么呀？行，没听懂的反应快一点哈。这要听不懂，后面可能全都听不懂了哈。开玩笑，开玩笑，谢谢谢谢。所以我一定要看生产日期。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很多商品生产日期都挺难找的，对吗？对对。哎，有些东西我刚开始找的时候，它还没过期。确实挺难找的。哎，每次想在外包装上找生产日期，我好像都得先看一堆我根本就不关心的信息啊。比如什么商品名称、配料表，甚至还有他们公司的什么名称、地址。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关心的写在最前面？一般谁关心你们公司的地址啊？即使我对这款牛奶很满意，我也不会想着千里迢迢去公司感谢他们。感谢你们公司做的这么好的牛奶，要不是喝了这么好的牛奶，我不可能走到内蒙古。甚至还有的会在前面写着本产品采用国际惯用的杀菌技术处理，谁关心细菌是怎么死的？你把它勒死都行。好不容易看到了生产日期4个字，后面往往是句废话，见外包装。那不然呢？难道你会写在盒子里面吗？而且生产日期4个字后面不是见外包装，就是见喷码处、见瓶盖、见瓶底，就是不能直接在这说。完了，浩哥，怎么？你是觉得这里不太方便啊？还想借一步说话？我最讨厌的就是见外包装这句废话，因为这意味着我可能要把外包装几个面全部仔细看一遍，才有可能找到，经常找得很满。我觉得这么写也太敷衍了，那你们还不如干脆敷衍到底，也别写生产日期见外包装了，就写生产日期有。你只写有，我一看有有我就放心了。你写见外包装，那我得找，我好意思不去见见吗？还有的商品生产日期更难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比如我前2天想找一包酸菜的生产日期，他们会把生产日期的字体写得很小，而且字体颜色也很浅啊。但我一开始不知道，我真的费了半天劲才找到。然后我就很生气，哎，这又没有过期，为什么这么不想让我知道它的生产日期啊？是怕我给他过生日吗？今天我们之所以欢聚在这里，笑哭了，是为了给我们的好朋友酸菜过生日啊。让我们祝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发烂发臭。这梗响了啊，说明《小时代》还没有过期啊。天哪，他的票贼高。不过我不会吃过期的酸菜啊，因为我都是在美团闪购上买。闪购一下30分钟送达，他都没有过期的机会。但是比找生产日期更烦的是，我还得根据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来算哪天过期，一点都不好算，对吗？哎，有的保质期写着120天啊，这让我怎么算呀？每个月天数也不一样呀。还有闰月呢，难道我要一天天数吗？对你们来说可能粗略算一下就行了，但是07那1-2天对我还有我家的马桶都很重要啊。
真的很重要，这决定了我要不要出远门。别人都是出去吃好的啊，我是吃好的才能出去。有时候还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他昨天才过期，那能不能吃呢？能，这就不是一个数学问题了，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涉及到时间的本质。时间其实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反正我的做法是，昨天过期的面包，我会配一个明天过期的牛奶。今天把它吃掉，进行一个时间的配平。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像生产日期这样的信息不能弄得直观一点。然后我就上网查了有原因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觉得如果把生产日期设计的特别好找，那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优先挑选那些最新鲜的，那些不太新鲜的就会一直被剩下可能直到过期了都没有人买。那没有人买你就自己吃呀。总之你不要麻烦我，对吗？我觉得这些公司其实是有点双标的，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挑选生产日期，但是他们在面试的时候会挑选我们的生产日期啊。岗位都有年龄限制，甚至35岁就裁员了，对吗？我觉得如果以后我们去这样的公司面试，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生产日期，也不应该那么容易啊。比如面试的时候，老板问我，你简历上怎么没写那个出生年月日呀？我说我把它藏在了我小区的一棵树后面。你自己去找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来，小四爷锁票倒计时。谢谢。其实不是内容了，他的表演风格，他的说话方式是有毒的。我发现他每次都是在一个事儿上来回倒腾，是的，但是他说你就感觉他说的特别有道理。真的是，小四爷，你会被自己逗乐吗？就是你自个儿逗着自个儿说，我太好笑了，你会。卢老师跟我们聊的时候说，你每次演出根本不是演出，是在炫技。我感觉他能把这一件事说一个专场，只是我们这儿篇幅限制，他只好忍了。哇，小四爷，我多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生产日期之外，生活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细节？你就简单的说，是你特别想吐槽的。我有一次去便利店买饮料然后看到有个果汁饮料上面写着大大的几个字是果汁含量12%。我当时就很震惊，我说这12%都能拿出来宣传了吗？我说那我之前喝的果汁饮料都是什么啊？都是不小心放了一点果汁吗？还是？哇，太有意思了！平时他逛个超市，走哪儿都能有这种哈。我感觉他随便一个什么东西，他都能往里去挖。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当时你看见这么一个东西，你是马上记下来了，就是拿手机赶紧记下来，还是怎么样？有时候听这些老演员讲段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特别后悔这个事情我好像也经历过，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写出来？所以就会变得敏感一点，就记下了我就是觉得有的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你可能听完之后，你可能忘了他前面说的什么了，但是他每一次讲的段子，像上一次讲的那个，这是一顿饭的钱吗？就你会一直像一个 slogan 一样的，他的这个段子里面，我觉得他太洗脑了。这一局我觉得把我洗脑的那一句，谁关心细菌是怎么死的？你勒死他也行啊，杀死他也行。就是小四爷的表演风格是，他对我们看着稀疏平常的一些事情，他的语言也好，他的表情也好，他带出一种幽怨，而那种幽怨非常好笑，
对来，再次把掌声送给谢谢让人印象深刻的小四爷。小四爷太棒啦！广智老师压力巨大，请回到现场。精彩，精彩，精彩！大老师，差多少票啊？我觉得跟票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人生中美好的一段经历，是最美的。好，请看一下最终票数。谢谢。完了，后边完了。小四爷291票，何广智279票，两个高票选手。谢谢二位的精彩表演。这也太厉害了吧！四爷今天这个表现太惊艳了，我觉得是那种这个舞台上失传已久，但是回来一种失传已久的技能，但是回来之后呢，他又比之前更加加强了。失传已久的技能，从你身上失去，从我这儿失的啊，没有也没失去，因为今天他讲小猫其实也是一个事儿，然后不停的翻，所以他今天这一段其实也很厉害。肯定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肯定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实我是广智的粉丝，他刚上脱口秀大会就是脱3的时候，我就进了他的粉丝群。你们猜我在他群里的名字叫什么？我在我群里见过这个名，但我一直不知道是他。何昶志，就是广字上面少一个点，疑惑性挺强。你里边少说话，老以为是我说话呢。第一次见，那就是3年前第一次录节目啊。当时看他在舞台上，就是感觉有点像梦境那种，反正就是很敬畏吧，那种感觉。他今天炸场的时候，我心情其实很复杂。我肯定是特别喜欢的，就那一刻有点那种怎么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有点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昨天过期的面包，我会配一个明天过期的牛奶。那一瞬间，脑海里闪过了一个画面，是我在出租屋的时候在吃泡面的一个场景，有一个火腿肠，我在看生产日期，那个生产日期到没到期我忘了，反正那个火腿肠品质挺次的，反正我闪过了一个这个画面。你吃了吗？吃了，肯定吃了。那会儿也不怎么在乎，其实。小四爷怎么了？没有，就是感觉他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有一种电影的感觉，对吗？我真那一瞬间有点就是会有，所以就是那天我俩在天台上聊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那一下挺电影的，挺电影的。夕阳西下，伴着黄昏，只有我2个人那里就是促膝长谈了一会儿吧。对，谈了我俩刚来上海的时候这些经历。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兜里不是有1万块钱吗？他来上海的时候兜里也是1万块钱，我俩带的钱是数字是一样的。刚来上海的时候，我那房子是1个月700多还是多少钱？他们说，在上海700多1个月的房子，那得差成什么样？我都没好意思说，那是我住过最好的房子，我都没好意思，挺好的，其实。对，我也觉得那个挺好，挺好的。对，只是远，然后小，对，8平9平吧。我9平多，是在嘉定。11号线终点站，我是7号线终点站，我俩都是终点，因为很简单，就是终点站是最便宜的。对，我那时候能坐公交不坐地铁，因为我们住得远，地铁6块钱，老贵了那时候。我有时候就是骑车回家，大概10几公里这种。我是有一次坐地铁末班车坐过站了，你知道，坐到苏州那个方向了，你知道吗？舍不得打车，只能骑自行车回来，骑了1个小时吧，差不多。其实你要说硬说打，那也可以50、60块钱嘛，就是欠花呗嘛，舍不得，其实是。就是我打车，我会怪自己为什么没赶上那个末班车，我就会陷入这个责怪里，我就更不能打车了。你们觉得今天是一场什么样的对决？广智和他曾经的自己。我觉得像那个接力比赛，我稳稳地交出了那一棒。小四爷，你今天的衣服是自己选的吗？
一开始我都没发现，有好几个演员说：“哎，你是想取代谁呢？你是想讽刺谁呢？”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我们这不是取代讽刺，对啊，这是把它插在兜里，随身带在身上，放在心里，放在心里。